大雨倾盆，江河暴涨，雷光劈开夜幕的瞬间，巡河侍卫发出一声惊喊。河岸边，一名少女倒卧在泥地，衣襟破碎，胸口缠着血布。她看上去脆弱又苍白，却在侍卫碰到她时突然睁眼。她怔怔望着灰蒙的雨幕，像是第一次看见世界。她不记得自己的名字，不记得来处，不记得为何受伤。然而当侍卫因跌倒而避骨脱位时，她却下意识伸手按住骨节，一推，准确无比。侍卫错愕地看着自己的手臂，少女却只是轻声说，她记不得自己，但记得所有医术。于是她被带往晋王府。晋王阴郁，年少锋芒，冷沉如刃。他坐在廊下，看着那少女，语气无波无澜。姓名？少女摇头。来历？依旧摇头。他的平静反而让他心底泛起一丝异样。一般人遇他皆胆颤，而他却像雨后湖水般沉静。越是如此，他越觉得危险。他被安置在偏院，却没有一丝慌乱。整理药草，照看下人，打理院落，偏院竟被他过成了清雅安定的地方。殷玉听闻后，只淡淡皱眉。这女子似乎不简单。深夜刺客闯入，殷玉以一敌三，最终斩退敌人，却胸口被深深划开。他踏着血回院时，身形一晃。就在此时，门被拉开，灯光映出少女惊慌的脸。他看到她满胸鲜血，声音微颤：“你受伤了。”他仍冷道：“无碍。”下一瞬，他失去平衡，而他以极快的反应扶住了他。他的手温暖，看着他的眼神更让人无法移开。他拉着他坐下，撕布、止血、缝伤，每一步都稳定果断。殷玉看着他，胸口莫名发紧。他的专注带着令人心安的温柔。当最后一针落下，他抬起眼，轻声道：“若再受伤，至少叫我一声。”他怔了很久，低声应道：“好。”那笑落在他眼里时，他第一次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湖里轻轻地动了。傍晚玉兰如雪，一名侍卫因中暑晕倒，少女立刻蹲下替他把脉擦汗。侍卫脸红得不像话，他却只是一片专注。殷玉远远看着，胸口忽然一阵烦躁。书卷被他硬生生折断。众人噤声。他走向少女，他正为侍卫调药，抬头见到他愈发阴沉的脸。你替他擦汗？他困惑。他中暑，我自然。他忽然逼近，语气冷得近乎咬牙。你替本王擦过几次？他怔住。你也会中暑吗？他的胸口像被什么击中，猛跳不止。他抓住他手腕，把他的手按上自己心口。狂乱的心跳清晰震动。你听到了，他低声道，并非病态，是因你。他怔然。殷玉闭上眼，额抵着他的额，声音几乎压碎。你只能对本王温柔。那一刻，他不再否认自己已深陷。某日，他替病童诊脉时，手臂突然灼热，掀起袖子，一枚火红的纹印在皮肤下缓缓浮现。殷玉望见后，瞳孔骤缩，那是离秀一族的印记。19岁后，血脉成熟才会显现的继承印。少女呆住，她不仅是医者，还是叛军觊觎多年的唯一目标。她的命自出生起便被铺设在危险的轨道上。殷玉看着他苍白的神情，却只是握住他的手。你的身世不改本王对你的心。他抬眼时，那一刻仿佛周遭的风都静了。离秀印显现后的第3日，王府的夜安静的反常。少女坐在灯下，看着自己手臂上那枚尚未完全褪去的红纹。它不像伤，也不像胎记，更像一枚在血脉深处醒来的烙印。它按上去会微微发烫。殷玉站在窗前，背对着他，长久未言。那印记很危险吗？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很轻。殷玉转身看向他，目光比夜色还沉。离秀一族曾以一阵左右一国生死。你不是被追杀的医女，而是……他顿了顿。被等了10几年的钥匙。少女指尖一颤，她什么都不记得，却忽然明白了。明白为何自己会失忆，
会受伤，会被抛进河中。不是意外，是有人想让他消失在血脉成熟之前。当夜，王府按未来报，3日内，周边3城出现陌生商旅，叛军残部开始秘密集结，有人以一镇重现为号，散布谣言。目标只有一个，黎秀继承人在靖王府。殷玉当即下令封府，加强城防。他却在屏风后听得一清二楚。夜深时，他端着药走到他身旁，殷玉接过，却未喝，只盯着他。怕吗？他摇头，又点头。怕，但不是怕他们。他看着他，目光清澈的让人心口发紧。我是怕，因为你会被拖进不该有的危险。殷玉的指节骤然收紧。你是本王带回来的。从你踏进靖王府那一刻起，他俯身，额头贴近他的，声音低哑而坚定。你的危险就是本王的战场。那一瞬，他心口狠狠一震。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他不是不知道后果，他只是已经选了他。几日后，城外烽火初燃，第一封战书送到王府，不是威胁，是通知，交人或开战。殷玉看完，面无表情地将战书投入火盆，火光映在他眼中，冷得像霜。少女站在他身后，忽然伸手轻轻握住他的衣袖。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打到城下，你会后悔吗？殷玉回头看着他，良久，他抬手缚住他的手，声音低沉却清晰。本王只后悔一件事，没能更早找到你。窗外夜风骤起，真正的战争已经在黑暗中缓缓逼近。而这一次，他不再只是被命运追逐的人，他知道自己即将做出选择。3日后，王府出了事，偏院药库被翻，几味极罕见的药材少了一半。更要命的是，那药正是饮血开阵要用的主药。管事跪了一地，哭喊冤枉。殷玉扫过众人，声音冷得像刀：药库要是谁管？管事颤声：只有一女与王叶宁。所有目光瞬间落到他身上。他站在廊下，背脊一僵。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只要有人推他一把，他就会被扣上私通叛军的罪。殷玉却连看都没看那些人一眼，只走到他面前。他抬手把他的袖子轻轻往下拉，遮住那枚印。动作并不温柔，却像一种宣告。本王的人，轮不到你们怀疑。全府鸦雀无声。他怔怔看着他，心口像被热水烫过。他第一次明白，他的偏爱不是暗的，而是明着护短。当夜，殷玉亲自带他去查药库。暗卫在屋梁上抓到一只黑鸭，鸭脚绑着细小纸条，只有一句话：3日后兵临城下，交印，否则屠城。他指尖发凉。殷玉却把纸条碾碎在掌心，淡淡道：他们急了，急就会露破绽。他侧眸看他，怕吗？他摇头，却又诚实的点点头，怕。但我更怕你会因为我被天下人逼到绝路。殷玉忽然抬手扣住他后颈，把他拉近一步，额头轻轻抵上他的，声音低沉，像压着风暴：以堂，你记着，本王走到今日，从来不是靠天下人点头。他呼吸乱了，他却在他尚未反应过来前松开，转身走入夜色，只留一句：明日起，学会用本王的名去挡任何人。兵临城下之前，圣旨先到，来的是内监，笑意虚伪：靖王殿下，陛下念您劳苦，特赐恩典，请您即日入宫，商议军务。殷玉眸色微沉，这不是商议，是试探与扣押。他转身吩咐暗卫封府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说完又看他一眼：你留在偏院，别出门。他点头，却忽然伸手抓住他的衣袖：你进宫会不会出不来？殷玉盯着他的手，片刻后抬手附上，握得很紧。本王若出不来，你就从密道走，记住，直走，不回头。他眼眶一热：那你呢？殷玉低笑一声，那笑里却没有半点温度。本王会把宫门拆了，回来。宫里金瓦灿灿，
冷得像深井。御书房中，皇帝不直接提离秀印，只淡淡开口：“靖王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成家。朕已替你择了门好亲事，丞相嫡女，赐婚。”殷玉抬眼，目光如刃：“臣不娶。”皇帝笑意不减：“为何不娶？丞相之女贤良淑德。”殷玉打断：“臣心中有人。”殿内一静，丞相脸色微变：“靖王这是要为一女子违抗圣意？”殷玉缓缓站起，衣袍拂地。他不怒不哄，只用一句话把所有人压下去：“臣不是违抗圣意，臣只是不接受任何人觊觎他。”皇帝眼神终于沉了：“他是谁？”殷玉不答，却在转身离开前回眸补了一句：“他若少一根头发，这朝堂上的人都会少一条命。”当夜，宫里放他回府，但暗卫回报，城中出现奉旨搜查的兵马，名义视察叛军细作，实则找人。殷玉回府时，天色已黑。他推开偏院门，见他还坐在灯下，手里捧着药典，却一个字没看进去。他抬头看他，眼里都是担心。殷玉走过去，几乎是失控般把他抱进怀里，抱得很紧，像怕松开他就会消失。他怔了一瞬，才轻轻回抱他：“你回来了。”殷玉低声：“他们在找你。从今夜起，你不许离开本王身边半步。”他抬眼：“可你不是要守城？”殷玉按住他后颈，额抵着他的额，声音沙哑：“守城是责任，守你是命。”他心脏狠狠跳了一下。他忽然明白，他的深情不是温柔的糖，是带血的事。搜查持续到第二日清晨，城外鼓声像要震碎地面。他替伤兵包扎时，忽然看到一名小兵肩头的旧纹，那纹样与他梦里火里那人的袖口一模一样。他指尖发抖：“你从哪来？”小兵怔了怔：“属下幼时在北境被黎秀一族救过一命。”他脑中轰然一声，黎秀，北境，火，碎片像刀一样扎进来。他扶住桌角，眼前发黑。殷玉赶来时，他已脸色苍白得像纸。以堂，他抓住他的衣襟，艰难吐出一句：“依朕不是只救人，他也能封城、索命、夺魂。”殷玉瞳孔骤缩，他喘息着说：“他们要我，不只是要继承人，他们要我替他们开阵。”殷玉眼底彻底冷了，他抬手捂住他手臂的印，像把火压回皮肉里。“那就让他们做梦，本王宁愿这城化灰，也不会让你成为他们的刀。”他望着他，忽然轻声问：“若真到那一刻，你会选百姓，还是选我？”殷玉的回答没有迟疑：“选你。”他怔住。那10万百姓，殷玉盯着他，嗓音低得可怕：“以堂，你记错了，不是我让百姓陪葬，是他们拿百姓逼你。”他抬手把他抱紧，像要把他揉进骨里。“你不欠任何人，你只欠你自己，活下去。”他眼眶一热，那一刻，他心里某个自毁命运的念头悄悄成型。鼓声震天，叛军主帅立于阵前，高举旗帜，交出黎秀继承人，否则屠城。城上百姓惊恐，哭声一片。有人开始喊：“把他交出去！”也有人跪地求王爷：“殿下救救我们！”殷玉站在城墙上，风掠长袍，像一柄出鞘的剑。他俯视城下，声音冷到骨里：“他不在。”主帅大笑：“靖王，你骗谁？我们的人已搜到王府药库被动过，你护他可以，但你护得住全城吗？”殷玉眼神一沉，果然，内鬼那一手药库是为了制造他以私通叛军的舆论，逼他交人。城上又起骚动，一些官员脸色难看，开始劝：“殿下，大局为重。”殷玉缓缓侧眸，那一眼如霜如刀：“再说一句交人，本王先斩你。”众人噤若寒蝉。就在此时，他从城楼后走出。殷玉猛地回头，眼里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慌乱：“你出来做什么？”他却朝他轻轻一笑，那笑温柔的像春风，却决绝的像血刃：“我出来替你把路走完。”殷玉伸手要抓他，他却退了一步，轻轻摇头。
殷玉，你若真为我背10万条命，我这一生都不会安宁。可若我替你断了他们的念头，你就能堂堂正正守城、守民，也守我。”殷玉喉结滚动，声音发颤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以堂，不要。他抬起手臂，露出那枚炙热的离袖印。城下叛军哗然，像饿狼见血。主帅狂喜，果然在此。放下城门，交人。他看着城下，声音清清楚楚：“你们要的是能开阵的继承人。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？”他抬眼望向殷玉，眼底像落了光。要是也能自己折断。殷玉瞳孔骤缩，猛地冲过去。别！他已取出匕首，划向自己的手臂，鲜血飞溅，离袖印在雨里逐寸裂开，像火被撕成碎片，红纹暗淡，消失。城下叛军惊恐嘶吼，印没了，他不再是继承人，军心瞬间崩散。殷玉冲上前抱住他，膝跪在城墙上，雨水混血，他的声音颤得不像他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怎么敢？”他虚弱笑着，指尖轻轻碰他脸颊：“因为我不想你死，也不想你恨我。”殷玉的眼神像碎了，他抱着他，肩膀抖得厉害，像那副冷沉的盔甲被人硬生生撕开。“你若死了，天下于本王而言，与土无别。”他抬头望向城下残兵，眼底血红。那一刻，他是真的疯了。开城门！他声音冰冷：“本王亲自送他们下地狱。”众将惊骇：“殿下不可！”殷玉却抱起他，低声对他说：“你替我守了城，接下来我替你杀出一条生路。”他昏迷了3日，殷玉守在床边，几乎不吃不睡。暗卫来报2件事：第一，叛军溃散，但朝廷借机发难，说离袖印献于靖王府，靖王有失察之罪；第二，丞相党趁势上奏，要把他带入京城审问。殷玉听完只冷笑。他做了2件事：一是连夜写折子入宫，臣愿交出兵权，换一条命。折子里只有一句：他若入京，臣必反。二是把那道赐婚圣旨烧得干干净净，挥落在掌心。他眼神冷淡：他们想用婚姻绑我，可我想用一生绑他。暗卫迟疑：殿下，他若醒来仍不记得。殷玉低头看着床上的他，指尖轻轻拂过他的眉心，嗓音低得像誓言：他不记得也没关系，本王记得就够。第4日清晨，他终于醒来，睁眼第一眼就看见殷玉伏在床边，他眼下青黑，像熬尽了命。他抬手，指尖轻轻碰他的发，殷玉猛地抬头，像不敢相信。下一瞬，他失控般把他抱住，抱得很紧，像要确认他还活着。他被抱得喘不过气，却还是轻轻回抱他，哑声说：“殷玉，我还在。”殷玉的声音发抖：“你割下命印，本王便将天下还你。”他怔住：“天下？”殷玉把他手握紧，眼神不再冷，而是深沉、柔情，不可动摇。“我娶你，不是因你的身世，不是因你的印，不是因你的医术，而是因为你。”他低下头，额抵着他的眉心，像把余生都压上。“你让本王愿为你疯，为你痛，为你生，为你死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必再选命运，你只要选我。”他眼泪滑落，声音发颤：“我本来以为我这辈子都只能被人追。”殷玉吻去他眼角的泪，低声说：“那就让我追你一辈子。”他终于点头，带着哭腔又带着笑：“好，这一次是我亲自选的命运。”殷玉把他拥得更紧。这一刻，没有印记，没有身世，没有天下，只有他与他。各位茶客，欢迎在讨论区留言讨论剧情。